大千世界，无奇不有。你会是下一个拥有超能力的人吗？2025年的今天，超能力应该被视为人类潜能的未来拓展。世界之大，宇宙浩瀚，有许多力量尚未被发掘。你会不会也有超能力呢？超能力学院一起见证超能力的真实存在。今天是超能力学院的招生日，15位来自亚洲各地的学员已经准备就绪。MX、林龙、Ivers、菲菲、海诺、罗三泽、Darren、安南、展斌、袁让、李磊、Angeline、小文、林鹤、慧慧。有请校长梁思浩，助教 Crystal， 还有助教 Miko。超能力学院的存在是为了发掘生活中的异能者。各位即将展示超能力的学员，希望你们拥有天赋，也就是说上天给你们一个使命，你们进来好好学习，提升自己的超能力，为我们人类建立更佳的未来，好吗？好！马上介绍我们3位实力非凡的导师。我师承龙虎山正一派，如果我想成为大师傅，我觉得有3个必备条件。第一，一定是慈悲心；第二，就是我们知道如何收起自己的锋芒；第三，就是正义感。我想借着这个节目，将我的毕生所学倾囊而出，交给学员。我从事通灵界已经多年，第一直觉我就已经知道他到底有没有通灵能力。想成为一个大师，必须要有天赋，有苦心。进来我这一组，你要有一定的天赋，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有苦心，这样绝对可以提升几个级别。中国有一句话叫有教无类了，不管他是来自于哪个地方的，或者是他的门派是怎样子的，我相信我都会一视同仁的了。我们道家呢收弟子是非常非常的严格的。首先，我也觉得要看他的天命啊。如果他能选到我，或者是说我能看中他，都是一个机缘。所以我也会帮助我的学员，帮他修出一份这属于他将来成为大师的这个底蕴。好啦，3位重量级师傅已经就座了。所有有超能力的学员进入超能力学院，就要使出你们的能力，让3位导师暗灯招来。想进入超能力学院，就必须获得导师的青睐。每位导师只有3次机会为学员暗灯，玄生万物，久久归一。究竟最终哪9位能成为正式学员？事不宜迟，马上邀请第1位学员。首先登场的是有来自东马的3神道人 Ivers，他
他最擅长的是马来西亚的黑法术。这么多年，我觉得我修的最恐怖、最绝情的还是黑法，主要靠的是损之身来帮别人，或损之身来害别人。好几年前就帮了一个朋友施了个法。那个驾车的人就撞车身亡了。黑法不是说今天你要用就能用，就是要在最危机的时刻，或者在最绝望的时刻，才会拿出这个法门来用。混沌的法的最高阶段就是人神合一，我就是神，神就是我。哇，这么厉害！那我们去拜神就是拜你啊？不是，但修到一定境界，我觉得人神合一的境界。很多人都说马来西亚很流行下降头和下咒之类的，是真的吗？其实下降跟日咒呢，它无处不在，在每一个东南亚的国家都有它的传承，但这些东西都来自于一个东西嘛，这些都是有因果的。你是相信因果的？这些因果都会有啊，都要有这个业跟种，我们才能做这个法门啊。毕竟道法自然，道无情嘛。那其实混沌之法，它也是先天之道啊。我跟观众说，这一位的学员想用他的刀，把自己的舌头各有一半，拿一些血来写符。电视节目呢是有限制的，他尝试用别的方法去请示他的法门给大家看。Ivers 声称他能人神一体，虽然不需要上铜，在意识完全清醒的状态下，也能做到神功附体。你的香也已经点着了哈，我们现在就是可以哇，可以哇啊。这个是什么？刀可以展示吧？哇！那我是想告诉所有家庭观众，因为他声称自己有神功护体，但家庭观众切勿模仿。哎呀，你别这么近啊，老兄！哎呀，你别这么近啊，老兄！真的一点伤痕都没有哦，一点伤痕都没有哎。对啊，你看其实都没有什么伤痕。我们这边的礼尚派，哈，这就是一个神功护体，对自己的都是个人的修为啦。有开刃的是吧？有开刃，哦，都还挺锋利。我想问一下三位导师，他声称他有神功护体，你们怎么看？神我们可以请来，可以发挥神的一些这个人力，但是人始终还是人。我是挺 OK 接受这个理念的，我就是神，神就是我。其实我自己也试过，我们请完神之后过香过刀，那的确这是需要一定的功底才能做的，不然的话家庭观众切勿模仿。你只用了一半啊，你没怎么用啊。你师傅吃了给你之后，基本上你没咋用哦。你现在的灵，老实说，我一半没有学完等等。但在马来西亚，我们师傅能教的，我所知道的就这些。那要公道一点，他就是学到一半了，他想来学其余一半，那他才会来超能力学院的嘛。喂，坦白说，三位导师，如果他有你们的功力，他就坐在你们那边啦。他现在来学习，就是想拜师于你们。但是你们有没有人肯收他？
今天的表现如果不能让导师按灯的话，也还好，有机会上到这个舞台我已经很珍惜了。有没有其他的能力？就展现起其他的就是一些。如果你说在镜头面前不诚实的乱舞一通，乱说一下，那可能会撞中。但是他不会这样去投机取巧，我就是神，神救我，我觉得不是自大。救人的时候，我在这里发慈悲心的时候，我的行为是否与人合一？我觉得是的。他用火烫自己，用刀砍自己，也没人收。原来想人收你入学，一个诚字很重要。恭喜你，起码有一个导师收你啦。谢谢老师。其实我也蛮吓一跳的，就是丰盛导师因为我的坦诚，给我一个机会，但我也相信人坦诚一定会有好的结果的。三神道人 Evers 率先加入了超组。下一位上场的是视觉系女巫海诺。我最常用的几个法器有巫刀、灵摆和权杖。羽毛笔和龙血墨水经常一起使用。那你不就一直掏你的百宝袋？不知道会不会定做一个漂亮的工具箱，又或者是漂亮的手袋，嘿，就可以拿东西出来了。现在的女巫不一定以黑色造型示人，搞得很恐怖。而我的母神就是掌管爱与美丽的女神阿芙罗狄蒂女神，她的光芒主要是粉红色的。女神阿芙罗狄蒂是美丽本身的化身，她教会我们怎么爱自己，怎么样活得既美丽又有爱。我是海诺，我是一个充满自信的视觉系女巫。三位导师，我也想向你们请教，什么叫做视觉派？我没听过。其实我之前是看开日本的，日本的动作片叫视觉派，我知道，不是很多男人都看，不是动作片，很多巫师的打扮，你看见也是十分引人入胜的。就像你看见中国的道士，他一定要打扮得像古代的书生，越漂亮越厉害的意思。越漂亮越厉害的意思，是不是？也可以这么说吧。那你介不介意摆个姿势？你觉得最漂亮那一面？这样按着胸口就很漂亮吧？好的，你是学西方魔法的，怎么会想学中式的门派？自己呢，其实是对雷法呢是比较好奇的。那其实你来这个学院，你是有薪水导师想跟他学习，对吧？有的，副队道长，你选我吧。刚刚选了一个，莫道你在选择人，人亦能选择你。莫道，我是不是那个负心汉呢？其实法明老师也很厉害，我一定不是渣男，但是值不值得选择呢？我们先要看看你的表现。好，给你一个测试，我们有4个盲盒，你用你的力量找出你的法器，只有一次机会。你们3个都有自己的法器，找出自己的法器是不是很容易的事？他用的是灵摆，如果他跟灵能够进行深入的沟通，灵会告诉他在哪个位置。我们经常跟自己的法器去沟通，如果那个人有一定程度的体感，事实上自己的法器在哪里，自己的手也会抖起来。第3个盒子他在问，哦 OK， 这一个决定了吗？ OK， 决定选这个吗？是。3、2、1，开。
有没有？没有。那我老实说一句了。知道。你看我的超能力学院，回去看完所有集数再来参加，好吗？好。其实他还蛮真诚的，可能他还需要再沉淀沉淀咯。他没有相信自己的感觉。开始的时候看见他在那2个盒子之间去不断的游移，工具呢也是以自己的心出发的。如果我自己的心不够清净，那工具也会扰乱到自己。不选我的话，我觉得也不错。这次来看见他，我常常看他的频道，很想跟他学习。我可以再说一些真话吗？可以。因为我以为大家一起来学习，一起成长，我没想到连海选还没有开始，就要那样去对付别人。这句话让现场工作人员很紧张，究竟是哪个学员要对付海诺？现在登场的学员叫马拉传人林龙，入行的年资呢是1年。我叫林龙，来自广东广州市。我的法教叫空上三山思明一脉法教，传自马来西亚。我们的创始人叶家正师公是广东人，但出生于马来西亚。后来他把真空教和三山教结合，创立了空上三山教这一脉。最重要的法器是法扇，我们叫移动坛。这把法扇代表我们师门各位传承下来的师公，在坛前照应着我们这些后辈。对我来说，我很渴望来到这个国家，因为可以说是寻根，去认祖归宗，寻找来自于我们门派的根源，深入的感觉。师公是门派的祖师爷，每个门派都有不同的祖师爷，弟子有事相求的话，就会请祖师爷解决问题。可以说，祖师爷就是他们的神明。为何要回来大马寻根呢？因为我们的门派创立于马来西亚，我们的门派的原理是以无为法，最后去驾驭有为法。当我们做某件事的时候，别过于追求结果，别执着于某件事。有点不太明白，好像听得懂，好像听得懂吧？但是再仔细问又好像听不懂。那我想问问啦，你想学什么，然后回去发扬光大？其实这次来是师公给我的指引。是吗？哦，2个月前我做了一个梦，梦里我们做了一些斗法的事情，穿着很隆重，双方站在对立位，做一些法科类的事情。后来我知道这个节目之后啊，恰巧马来西亚是我们创建的地方，我把这个疑惑回到坛前向师公禀报，他说没错，你去吧。听起来很感人哦。寻找根源的话，我一定让你入围，但我这个节目不是要看一下你的超能力，而3位导师会不会把你纳入队伍之中？请我们3位学员出来先。有请 Angeline、MX 和展斌。这3位都是即将上场的挑战学员，在他们当中，只有1位3代都是修行者。马拉传人玲珑的考核题目就是要把他找出来。我需要请坛。我用的方法是打开我们的法扇，请师下来问师公，我相信他会给我答案。八字和梅花易数其实也可以帮玲珑找到答案，但他坚信，既然师公叫他来参加这次节目，那师公就一定会给他正确答案。众位老师公、老师父、老师婆、老师娘娘，今日弟子下法文，请问吕燕京是否3代都从事修行？如是的话，请以圣杯为准。不是，第一个答案叫做笑杯，等同于正在思考，也就是否定了它。洪明显是否3代都从事修行，请以圣杯为准。
差很明显。因为除了战碑，我再问一个，众位老师公、老师父、老师佛、老师娘娘，弟子下法文，想确认一下凡间姓氏与长兵是否3代都从事修行，如是的话，请以圣辈为准。这个也是。其实现在师公给的答案有2个都是，一个是战碑，确认性是更强的，但是你第3个是圣杯哟。在排除 Benjamin 之后，玲珑就变得很犹豫。我先想一想。他现在进入了这个迷茫期，有时候这个能力是有点。哎，外应了，抓外应。是师公，师公给我答案，师公给我答案，师公给你答案。我有点感动。开始这个之前，我起了一卦，但是我起这个卦的时候，他跟我说他会帮我，他叫我去做就行了。我知道他为什么叫我来。人生，我想告诉你，无论他是赢是输，我也有被他感动到。到最后，人生都是这样，很多人都会进入迷茫期。当他迷茫的时候，他说真的不知道怎么办。那一刻，我明白为什么他会叫我来，他希望我更坚定一点，对，还有要对自己有信心一点，去做这件事情。我想你跟我还有他们2位也很想知道真正的答案。我相信师公。你相信师公是吧？人生只要相信就行了。好，3代传人走到3位导师的中间，究竟玲珑能不能得到师公的保佑？你的感动真的感动到你的师公，感谢师公。展斌，谢谢3位导师，我真的被他感动到了。如果我有个灯，我也会给他按灯。3、2、1。有时候是天意，要赢一场比赛又好，又或者是要跟别人斗，如果上天要你赢的话，那你未必需要掌握很多术数。刚才我见到你的师公，其实也是在帮助你。如果你可以得到提升的话，那我觉得我做这个导师会更有意义。那如果每个学员都那么厉害，那还需要我吗？所以我选择你。谢谢老师。暂时只有3位挑战学员出场，超组已率先招揽了2位，接下来将会有更多意想不到的精彩考核。超能力学院这一类节目，其实我们当玄学家的真的很希望有。作为一个玄学家呢，不一定有超能力，有些人的第6感比较强，有些人的耳朵比较灵一点。如果有些人只拥有超能力，可能稳定性没那么高，只有术数的能力，但是灵感不够强的话，有些事他不一定能做好。所以超能力学院能够帮助本身有这方面天赋的学员，加速他们的训练，维持稳定性。我自己很期待去看这个节目。大千世界无奇不有，你会不会是下一个超能力者？马上扫描2维码测试你的超能力。